你学废了吗？为什么说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了，千万不能二次启动？就像今天这辆宝马车，因为二次启动导致发动机损坏。你看，发动机缸内还有少量的水，现在曲轴也是无法转动。拆开油底壳后，发现里面也是油水混合了。机油棒上面还有一些断裂的活塞，整个活塞也已经从连杆上断开了。这个连杆也明显的受损严重，像这种情况的话，只能把发动机拆散大修了。经过了1天1夜的清洗，现在整个发动机零件已经焕然一新，损坏的配件我们也给它更换全新的。胶木的油底壳我们给它更换一个改进型铝制的，像这个气门室盖我们选用一个原厂的。现在我们就对这个发动机进行一个组装。纵享丝滑。我们在安装这个活塞的时候，两道气环的话，它是自朝上，然后切口朝下，它是错开180度，尽量不要堆在摩擦面上。为什么说车辆在涉水熄火后不能二次启动呢？因为涉水熄火证明发动机内部已经进入了大量的水，而水是不能被压缩的。如果二次启动的话，它就只能压缩它自己了，最后导致活塞以及连杆受损。在安装这个机油棒的时候，把这个盖板打开来清洗一下里面。像宝马烧机油的话，大部分就是这个气门油封老化所导致的。这个气门装好以后，倒一点汽油测试一下它的密封性好不好。紧完螺丝之后，然后转一下，它要非常的丝滑。安装4伏电机的话，要把它转到这个位置，然后电机才能放进去。然后我们用个4的内6角转动一下这个电机，让它的齿轮结合，然后调到这个中间的位置，我们就可以将这2颗定位螺丝装上了。像这个瓦盖的话，它也是有顺序的，上面。装这个弹簧的时候，我们制作一个小工具，然后往这里弹簧这里穿进来，然后这样一压，然后我们的螺丝就很容易带上去了。安装这个正时套装的时候，这个宽面朝里面。像我们平时更换这个链板的话，就是把这个螺丝拆掉，往上提就可以。这个轮子这里有个小垫片，千万不能搞忘。这个链轮的话，它是 IN 是进气，然后 EX 是排气。现在链轮装上去了，我们要给它保持一个可以随时转动的状态。现在我们把进排气凸轮轴转到2维码朝上的位置，然后我们用专用工具固定住凸轮轴，我们就开始对正时了。然后再用专用工具固定住信号盘。曲轴的话，我们用专用工具固定住飞轮。平衡轴的话，我们把它转到一个有切口的位置，然后用这个5的内6角进去固定住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装上这个张紧器，把这个链条给撑紧。把张紧器上完以后，就可以开始紧固链轮螺丝、曲轴大螺帽螺丝了。这个曲轴大螺帽的标准扭矩呢是100牛米加270度。
然后依次把这些凸轮轴链轮螺丝紧完，然后这个正时就算校对完成。现在正时对完以后，我们手动转几圈，然后再校对一下正时。现在这个发动机到这里就组装完毕了，你学废了吗？现在这个发动机我们已经组装完成了，在启动之前呢，我们先把这个油管给拔了，然后我们用解码器对这个发动机进行一个电子气门生成学习。在学习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先对发动机进行一个断油启动。好，来启动。好，这样启动的好处呢，是让机油润滑到发动机的每个部位，然后减小发动机的磨损。因为现在像链轮啊、张紧器啊，里面它是没有机油的，这样也能快速建立起机油压力。现在我们就开始正式启动一下，来启动。好，再来。现在这个发动机我们就成功启动了，走得非常平稳。然后试一下车，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可以交车了。现在这个车的话，我们已经试车完成了，车辆也一切正常。所以我们的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，一定不能二次启动。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了，我们一定要等待专业的人员来救援。如果二次启动的话，就像这个车一样，来个大修发动机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